这是一座没有窗户的大殿，随着厚重的铁门被关上之后，整座大殿便只能依靠着墙壁上挂着的几盏巨大油灯来提供光亮。墙壁上有些用朱笔画出的壁画，壁画上是一些祭祀的内容。在东边的一面墙壁旁，有着一口架着火的青铜古朴大鼎，有2个道人，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正在大鼎旁蹲着烧火。黑烟从大鼎上方冒出来，味道有些刺鼻。半刻钟之前，周驰和一群附近村庄的少年一起被抓到这里。半刻钟之后，那些出身寻常农家的穷苦少年还沉浸在绝望和害怕里。周驰开始打量起四周，他还想看看头顶，思绪便被一道声音打断：所有人都排好队。阴森邪气充沛的大殿里，所有少年的正前方有一处高台，有2个瘦削道人站在台前，其中一个道人手里提着一盏灯笼，灯笼闪着黄色的光芒。提着灯笼的道人阴恻恻笑了一声：都排好队，不然会死的。听着这话，众人赶忙手忙脚乱地排起队来。周驰排在最后。伸手。提着灯笼的道人来到队伍最前面，看向那个干瘦少年，后者颤颤巍巍开口：哪只手？他。灯笼道人听着这话，直接一巴掌扇在了那少年的脸上，这一下子打掉他好几颗牙。这哪里来的蠢货？他哈哈大笑，手中的灯笼也是不断颤动。一直在台前的那个道人也笑了起来：你过来。笑过之后，灯笼道人向面前的另外一个少年招招手：滚过去。不知道说了多少句，但那边大鼎旁已经多出了20几个害怕着浑身抖动如筛糠的干瘦少年。终于轮到了周驰。灯笼道人看了一眼远处大鼎那边，盯着眼前的周驰笑了笑，一张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他们都活不成了，就看你的运气如何。来，把手伸出来。周驰没第一时间伸手。看着周驰，灯笼道人生起气来：龟儿子，道爷叫你把手伸出来。周驰没伸手，只是问道：是不是让灯笼的颜色变了就不会死？灯笼道人一怔，这才仔细打量起来眼前的周驰，发现眼前的少年并不和其余少年一般干瘦，一身布衣虽然被水洗得发白，但还算干净。那张脸有些清秀，右侧脸颊上还有个酒窝。灯笼道人眼里满是笑意：不错不错，这小猪猡还算是有些慧根，只是光有慧根没有天赋也是活不成。他这话一说出来，大鼎那边立马便响起一道哭声。本就害怕到极致的少年们，听到这道哭声之后，再也忍不住，全部都哭了起来。一时间此起彼伏。另一个道人哈哈大笑，扭头说了一句：哭也会死的哦。把手伸出来，我倒是很想你活下来，好好调教一番，肯定比我这师弟管用。灯笼道人来了些兴趣。周驰看向眼前的灯笼道人，觉得他生得有些丑，然后他在心里摇摇头，把有些去了。快把手伸出来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，不然你马上就会死。灯笼道人盯着眼前的周驰，摇了摇手中的灯笼，黄色的光芒随即也开始摇晃起来。我想生命是很珍贵的，你应该慎重对待。周驰看着他开口，
眼睛里没有什么慌张的神色。你说什么？灯笼道人再次被气笑，但下一刻，他忽然感受到自己左肩剧烈疼痛起来。转头一看，他的左手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到了地面，他的肩膀正在喷血，而对面的周驰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一柄带血的剑。血是他自己的，但剑呢？你的剑是从哪儿来的？下意识灯笼道人问了这么个问题。周驰摇摇头，都这会儿了，问点有用的。你……灯笼道人刚准备开口，咽喉处便被一剑抹过，他的脑袋就这么被展开，滚了下去。算了，下次吧。周驰目光移到那个笑了很多次的道人身上。很好笑吗？刚才那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，灯笼道人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，所以此刻他不可能笑。再笑给我看看。周驰提着剑看着他，但道人看着自己师兄的无头尸体，看着他手上还在滴血的剑，怎么都笑不出来。他这会儿更想哭。我叫你笑给我看。道人还是笑不出来，只是颤颤巍巍道：你居然是剑修。周驰摇摇头，你的遗言居然是句废话。一瞬之后，地面又多出一颗人头。道人的尸体不断冒出鲜血，在地面安静地流着。周驰弯下腰，捡起他掌心始终握住的一枚黑色符箓。扑通，一道声音突兀响起。周驰转头看去，那边大顶旁本来有2个烧火的道人，其中一个生着3角眼的高瘦道人此刻果断跪下，磕头如捣蒜。周驰没看他，而是看向他身侧那个站着出神的矮胖道人。3角眼道人很快便发现问题，使劲扯了自己身侧的师弟裤子一把，骂道：你这憨货，这会儿怎么忽的来了骨气？那是你该有的东西吗？矮胖道人的裤子被扯下一半，露出他白花花的一截大腿，但他还是直溜溜地站在原地，听着师兄在骂自己。轰的一声，矮胖道人直直朝着前面倒了下来，这一下子真是五体投地了。他哭丧着脸：我哪有那玩意，太胖了，实在跪不下来啊。他娘的，早叫你平时少吃些，你非得吃成个肥猪。仙师，我和我师弟才上山不久，可从未做过恶啊。仙师，你这般仙风道骨，玉树临风，英武不凡，定然是那种惩恶扬善，生着一双慧眼的少年英才，您可不能滥杀无辜啊。3角眼道人不断磕头，言语听着极为真诚。对，师兄说的对啊。什么？我说的对，仙师才是对的。周驰看了一眼眼前2人，并没说话，收回目光后，只是看向那些已经被吓傻的少年们，温和了些。别担心，今天会死很多人，但不会是你们。少年们被吓傻了，都说不出话来。片刻后，人群里才有少年才壮着胆子问道：你是谁？听着这个问题，那2个道人也竖起了耳朵。周驰不在意，想了想，说道：岐山内门大师兄玄照。岐山一向有一个特别规矩，那就是为入山弟子兴取一道剑名，又以取代俗世姓名，以此招式从此踏上修行，和过往一剑斩断。当初周驰的剑名便是他接引他上山的师门长辈随意而取，在山中的转路，包括同门也都只会称玄照。只是周驰一直不喜欢这个名字。
有些问题需要有人告诉我。大殿外，周驰看着那三角眼和矮胖道人，有人跪着，有人趴着。圣灵山上一共多少修士？如今那位山主凌霄上人是什么境界？趴着的矮胖道人脸上的肥肉挤出一个极为痛苦的表情，形如死灰。跪着的三角眼道人也哭丧着脸。仙师啊，我们真是才上山的，哪里能知道这些？我们只配烧火啊。周驰摇头道：不像。听着这话，矮胖道人呜呜哭了起来。我们是生的不好看，但我们胆子也小啊。我们也是苦命人啊。三角眼道人惊恐地赶紧捂住自己这个师弟的嘴，生怕这个憨货说些话惹怒了眼前那个杀神，等会儿赏他们一剑，那就啥都没意义了。周驰懒得说话，只是捏碎了掌心那枚黑色符箓，一道黑烟瞬间从他掌心掠出，撞向远处山峰。很显然，这枚黑色符箓是传讯手段。如今符箓碎裂，想来整座圣灵山都会知道这边的情况了。果不其然，片刻之后，无数道黑烟从远处的山峰弥漫而来，半边天空此刻都尽数黑了。要天黑了。矮胖道人仰起头，吃惊开口。三角眼道人咬牙道：你闭嘴！周驰看着那片黑烟，面无表情。急什么先死后死，不都是死吗？圣灵山巨谷峰，最顶峰的一座古窟之中，邪气环绕，不断生灭。整座古窟都是用白骨搭建，顶部则是铺满了头骨。惨白的头骨对着地面，只看一眼都极为骇人。角落里悬挂一盏古灯，整盏古灯都是以一人的头骨做成，幽绿的灯火在头骨内部摇晃，往外散发着邪气。这幅景象虽然和那大殿里的壁画内容不同，但整体却感觉异曲同工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除此之外，整个洞窟之中凄厉的喊叫声不绝，众众鬼影若隐若现，在古窟里上下游动。一个枯瘦道人盘坐在古窟正中央的蒲团上，披着一件绣满古怪符文的灰色道袍，口鼻之间不断有黑色的邪气被他吞吐不停。这便是山主凌霄上人。但下一刻，古窟前方响起些脚步声，这动静一下子便将潜心修行的凌霄上人惊醒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露出一双幽绿的双眸。眼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布衣少年，提着一柄铁剑，那柄剑上还有鲜血不断滚落，落在地面，滴滴答答。你是谁？凌霄上人冷着脸，眼眸深处出现一抹惊疑，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自己的洞府前见到一个剑修。岐山内门大师兄玄照，奉师门律房之命，调查圣灵山屠戮百姓，以供修行之事。周驰看着他，倒是没有隐瞒自己的来路。岐山。凌霄上人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这座东周的剑道宗门，他自然知晓。论起宗门底蕴，10个圣灵宗也不见得是一个岐山的对手。不对，岐山远在泗水，怎么会派人来荆州？凌霄上人当初之所以选择在荆州落脚立宗，就是因为在东周、荆州道这边最为混乱，并无什么实力强劲的宗门。可如今眼前人居然说他出自岐山，要知道岐山离着圣灵山至少万里，这里也不是岐山的势力范围。周驰皱了皱眉，接到任务的时候他也有所疑惑，只是既然圣灵山是做的残害百姓的邪道勾当，那他便没有理由拒绝前来。
我不知道，但你该死了。周驰抖了抖手中的剑，看了一眼眼前的古窟，这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才能建造出这么一座古窟来。凌霄上人早在发出疑问的同时便已经出手，大片黑气从他的身体里溢出，只在刹那之间便已经将整个洞窟填满。花里胡哨。随着这4个字被周驰从嘴里吐出来，一道耀眼的剑光瞬间出现，在天地之间瞬间横切而去，拉出了一条璀璨白线。那些黑气遇到这一条白线之时，纷纷破碎，硬生生被周驰这一剑横切成2半。啊！你竟然是天门镜！凌霄上人嘴里发出一阵痛呼，然后整个人重重砸在身后的古壁之上，同时嘴里喷出一大口黑血。周驰没搭话，往前一步进入古窟，再次递剑，趁他病要他命。一道剑光再次浮现，照亮整座古窟。凌霄上人怒吼一声，一掌拍动那盏古灯，顿时间有无数的黑色鬼影从那古灯里撞出，重重叠叠发出一阵惨厉的叫声，朝着周驰杀去。那古灯是他祭炼多年的秘宝，不知道因此屠戮了多少无辜的百姓，威力不小。但下一刻，那些鬼影在那道剑光之下纷纷抱头鼠窜，竟然不能相持片刻，那一剑便撕开了一切，一路往前展开了那盏古灯。不要杀我，我山中有许多宝物，我都给你，都给你！凌霄真人大声喊叫，此刻他知道自己命悬一线，想要求得一线生机，但周驰的剑却没有任何停滞，一掠而过，直接便斩碎了他所有的生机。瞎睡什么？杀了你，那些东西也是我的。周驰看了一眼，片刻后，古窟邪气消散，止于白骨。回到那座大殿前，寻了个稍微干净些地方，周驰从怀里掏出一本羊皮册子。册子寻常，大概是因为经常拿出来看的缘故，封面已经有些包浆。翻开册子，找到写了圣灵山的那一页，周驰用笔将这3个字划掉，随即他从册子里抽出一张纸，看了起来。玄照此次探查一事不可自作主张，一切按预定计划行事，任何动向第一时间传讯宗门。若再犯此前事端，刑堂将从重处罚。周驰面无表情地将纸张撕成一条又一条，然后丢入风里，正要收起册子，又注意到册子里还有一张纸条，抽出来一看，上面是歪歪扭扭的一行字：周驰，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，宗主好像并不打算公开。还有，你别再乱来啊！再乱来，你的那门大师兄之位就不保了。你要是当不成大师兄，还怎么罩着我？是也，圣灵山外30里。好些年没来东周了，没想到东周的修士这般弱了，的确是差一个能够镇压一州的大才。不过这等人物的确不好找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东周能再出个了不起的天才呢？又不是没有先例。那位慎言。随着交谈声戛然而止，月光下，一行数人来到了一座破败野庙前。野庙不大，院墙塌了一半，上面爬满了青藤，只是这个时节，青藤叶片上没什么光泽。院门四周的黄漆掉落大半，露出了里面的泥胚。上方的四明也早不可见，隐约可见里面的庭院杂草丛生，有些枯败。众人为首的是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，
穿了一身灰色长袍，面白无须，生了一双柳叶眼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脚下有些枯黄的青苔的石阶，然后才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年轻人们。有些话就算是离了中州，也不能乱说。年轻人们被他的目光扫过，纷纷低下头来，不敢对视，但还是很快纷纷开口道：赵师叔，我等知错了。听着这话，中年男人才点点头，率先走上石阶，进入庙门，走入庭院里。身后一众年轻弟子自然跟随。天色已晚，在此休息一夜。走进庭院，赵师叔脚步不停，只是径直走向散发着微弱火光的破败大殿。月光下，众人的影子不断前移。来到大殿门前，赵师叔止住脚步，看向那微弱火光照着的破败山神塑像。大殿虽说破败，但到底还能遮风挡雨。打量了一番四周之后，赵师叔最后目光落到了那个盘坐在火堆前的布衣少年身上。他的影子被火光拉得十分长，而且随着火光摇曳，他的影子也在不断摆动。赵师叔，我去把他赶走。眼见自家师叔站在门前没有进去，一个年轻弟子低声开口道。赵师叔没有理会，只是对着大殿里说道：我等一行人赶路至此，眼见天色已晚，便想要在此地休息一夜，叨扰道友了。听着声音，那布衣少年转过头来微笑道：道友请便。正是离了圣灵山的周池。赵师叔点点头，领着年轻弟子们进入大殿，在距离周池数丈远的地方坐下，生了一堆火。众人刚围着赵师叔坐下，便有年轻弟子好奇地看了一眼那边，发现那个盘坐在山神像下的布衣少年膝间横剑，还是个剑修。众年轻弟子听着这话，也都纷纷转头看去，然后眼眸之中都有些轻蔑之色，有些则是赤裸裸的不屑。赵师叔也看了那边的布衣少年一眼，眼里并无情绪。当时的修行流派里，剑修一脉虽然因为内装旧事，声名一下子弱了些，但剑修杀力也的确可怖。若是在别处遇到剑修，他们怎么也要生出2分慎重。只是在这东周，剑修，呵呵。一路行来可有心得？赵师叔缓缓开口，考笑起来。弟子中有人抬头看了一眼，却不开口。一弟子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：赵师叔，东周慌乱，刹中周远甚。赵师叔看了一眼那弟子，淡然问道：何以至此？想来是东周修行之法太过落后，修士境界太低。赵师叔摇摇头：不够，那便是东周人心懈怠，无进取之心。赵师叔在摇头。众弟子里之前抬头那位这才开口：师叔，理应是那大汤朝的缘故。那人年纪也不大，眉眼稚嫩，但却有些不同旁人的平静和自信。得到如此答案，赵师叔终于满意点头，赞赏道：陈月，你颇有悟性，好生修行，想来能在下次宗门遴选中进入内门。听到内门2字，众弟子看向陈玉的目光里便多了不少艳羡之色。他们皆是外门弟子，自然最大的愿望便是拜入内门。陈玉拱手道：多谢师叔夸赞。你等好生努力，在甲子之期之前也都有机会，但要切记，大道争渡，不进则退，勿要懈怠。眼见众弟子皆低头之后，赵师叔这才说道：东周一州之地受大汤朝管辖，
但国力羸弱，那位幼皇帝一意玄修，荒废朝政，自然压不住益州之地。这东周各大宗门又无实力超群之宗门能维护东周秩序，如今这般乱象不足为奇。这东周如此迷乱，要是换我们玉京山来治理，不出半甲子，东周定然大治。那弟子笑道：可惜这一州百姓了，大化，我玉京山一山之力，如何能治理一州之地？赵师叔斥责一声，但眉间并无怒意，很快微笑道：半州之地，理应还是没什么问题。众弟子皆呼师叔英明，只有那陈玉开口道：师叔，刚入山时，弟子感受到一股邪气，有些细微，不知是弟子境界还低，还是离得太远。众弟子听闻此言，都有些茫然。赵师叔再次赞赏道：陈玉，你境界有所长进，不错。在此山后数十里，应是有一座邪道宗门。之前我等路过那座村落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想来便是本地百姓被那邪宗荼毒日久了。有弟子不屑道：这帮小傻蛋，从来都本末倒置，做一锤子买卖。赵师叔笑道：世上多的是急功近利之辈，火有些小了。眼见眼前火堆里的木柴渐少，有弟子便想去拆一扇窗户，但很快便有同门拉了他一把，笑道：去找那家伙拿一些。那弟子看向那个默默盘坐在远处的周池，也懒得过去，只是喊道：拿些柴过来。赵师叔微微抬眼，倒也并未多说。进到这大殿许久，他早已看知周池的境界修为，在他看来境界还凑合，灵台在这个年纪也算不错，只是他体内气息紊乱的一塌糊涂。这便是东周的修行之法太过滞后的缘故，注定让他体内气府生不出如他们这般精纯的气机。周池听到这边的喊话，将膝上的剑旋拿起，抱起自己身边的大半柴火，便朝着他们走来。等来到这边众人身侧，周池嗅到一股血腥味道，他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。周池将柴火放下之后，赵师叔微笑道：多谢道友。周池笑着问道：听前辈口音，好似不是东周人士。有年轻弟子傲然道：我们来自中州。周池了然点头，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。怪不得道友一行人如此气度不凡，只能是中州那些大仙府的弟子才是了。但不知诸位道友来东州有何贵干，不知是否有在下能帮得上的地方。听着周池这话，不少弟子一脸不屑。这等穷乡僻壤的小修士，是个会顺杆爬的家伙，倒也不笨。只是他们不曾开口，赵师叔便看了周池一眼，眼眸里意味深长。是晚辈多言了。周池低头抱拳致歉，低着头，他看了一眼那赵师叔的腰间，有一块玉佩，四四方方，不大，周遭雪白，中间有一条红线。玉佩材质并不珍惜，只是难得，怕是整个天下都难以找出第二块一模一样的。不碍事。若是道友以后能来中州，赵某定然与道友把酒言欢。话音未落，那火苗忽然剧烈摆动起来，好似莫名起了一阵狂风。一道剑气突然掠起，刹那后，两位玉京山弟子的脑袋骤然搬家，鲜血洒落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谁都没有反应过来。周池第二剑一出，在他身侧的两位玉京山弟子身子
在顷刻间分成两半，切口平整，而他们说不出半句话，便死在了周池剑下。赵师叔猛然挥袖，将几块燃烧着的柴火挑起，撞向周池。带着火星的木柴掠过，好像要点燃四周一般。周池脚尖一点，退后数丈，一剑斩开那些燃烧着的木柴。你疯了！幸存的弟子看到同门的脑袋滚落，还有些懵。他们怎么都想不到，那个家伙居然敢突然抱起杀人。只有赵师叔觉察到了些什么。周池站在远处，看着赵师叔腰间的那枚玉佩，平静问道：岐山如何了？师叔，他是岐山余孽。有弟子反应过来，很是吃惊。赵师叔一把扯下腰间的玉佩，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眯了眯眼。就凭一块玉佩就敢动手杀人，胆子真大。周池看了一眼四周，两剑杀了4个玉京山弟子之后，此刻的破庙里，对方算上赵师叔在内，也就只有4人了。这4人里，除去赵师叔是玉府境外，其余3人只是方寸境。修行之道，除去打基础的初识和方寸2境之外，得先筑灵台，再修玉府，如此才能开天门。现在不止1块玉佩了。岐山余孽4个字一说出来，周池便知道，岐山多半是已经没了。赵师叔淡然道：真是没想到啊，东周这种偏僻的小地方，岐山那么一座小剑宗，竟然会有你这等人。若是你生在中州，身在我玉京山，倒是会有一份好前途。师叔，此人手黑，只怕是速速杀之才是。陈玉在一侧开口。现在还活着的玉京山3位弟子之中，只有他回过神来，看着眼前的那个布衣少年，眼眸深处有些恐惧之色。慌什么？不过一区区灵台境渐修，之前靠着下作心思杀了你几个师兄弟，但如今我让他走不出这座破庙。赵师叔大袖一挥，一枚玉符再从衣袖里飘出，悬停于前。玉符上有朱笔撰写的繁复符文，散发着极为玄妙的气息。但飘到半空中之后，尚未还有什么动作，周池便动了。他脚尖点碎一块石砖，整个人直接掠起，带起一道剑气，直接斩向那枚玉符。玉符毫不意外地被一剑斩开，但气息却在顷刻间便如同决堤洪水一般，直接便将整座破庙都铺满。这本就是一张净地符，就算周池不出剑，也是会碎裂的。果然是这等偏僻之地的修士，眼光也太浅了些。赵师叔看着周池，冷笑不已。布下此符，只是为了不让周池走脱而已。而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周池的剑又到了。他握住剑柄，刺向赵师叔。情敌先擒王。而且这一剑，剑气汇聚于剑尖，力求损耗最小，剑功最大。赵师叔嗤笑一声，伸出一指，指尖聚起一粒玄光，迎上那一剑。2道气息在刹那之后相撞，没有黄钟大吕那般剧烈的响声，只有一道几乎微不可察的闷哼声。周池身躯在顷刻间便如同断线风筝一般朝后方跌落。虽说周池在半空中反手将剑插入地面，也只是将他倒退的轨迹改变一些而已，看样子还是败势尽显。赵师叔面无表情。区区萤火也敢与皓月争辉？但下一刻，他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惊怒。而敢？他身形骤动，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，朝着周池追去。
原来周驰借着赵师叔的一臂之力，已经悄然来到了那剩余的3个玉京山弟子身侧了。一剑斩出，3位玉京山弟子，又有2人直接被周驰将脑袋砍了下来。一剑断手，唯余陈玉。陈玉眼睁睁看着那个布衣少年在自己身侧斩下2个同门的脑袋，整个人被吓得一动都不敢动。但周驰好似有意无意地放过了他。原来是个玉辅镜，怪不得胆子如此大。此刻赵师叔已到陈玉身后，一搭手直接将陈玉扯了出去，而下一刻他便看到了一道剑光，极快。赵师叔脸色不变，仍旧一直点出，玄光再起。只是这一次，周驰这一剑直接斩碎那道玄光，剑势更是如同燎原火，越发猛烈。赵师叔瞳孔在一瞬间放大不已。他失声开口，除去惊骇于眼前人的境界之外，让他更为惊骇的，则是他那在短暂时间里展现出来的城府心机。先是示弱，而后暴起杀人，之后隐藏境界，借势杀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知道对方的具体境界，因此连本命法器都还没有祭出。要是早知道对方的真实境界，他断不会如此轻慢。一柄铁剑先是刺碎赵师叔身上的那件青袍，而后直接洞穿他的心脏。周驰握住剑柄，看着眼前的赵师叔双眼，后者一脸不可置信，张了张嘴：“你是天。”但这句话没能说完，因为周驰的剑很快便从他的身上抽了出来，斩向了他的头颅。一颗脑袋直接滚落下来。说这么多话做什么？我一般杀人的时候话就不多。轰然一声，赵师叔的无头尸体就这么重重倒了下去。做完这一切，周驰弯腰捡起赵师叔手中的玉佩，在他身上摸索片刻，拿起一个不大不小的罗盘。看着那罗盘，周驰沉默了片刻，之后这才看向那个此刻呆若木鸡的陈玉。后者真被吓傻了，不到1刻钟的时间，自家师叔和一众师兄弟就这么死在了一个布衣少年手上。你如果不是真被吓傻了，就要好好想想怎么才能活下来。周驰提着剑走向眼前的陈玉。早在看到那块玉佩的时候，他便构思好了之后的一切，先杀谁，再杀谁，最后留下谁，全在他的计划之内。至于为何选择陈玉，其实很简单。之前赵师叔考笑诸弟子，此人表现周驰都看在眼里，明明第一时间便有答案，却藏着不说，而要等众弟子都答错之后，这才开口。有这样心思之人，注定知道审时度势。陈玉回过神来，倒是真的很识时务。我们来自中州玉京山，那位是外门教习师叔，叫赵胡。周驰没说话，只是摇了摇手中的玉佩。这块玉佩周驰记得很清楚，是岐山宗主的印信，若不是，他断然不可能一眼便认出。陈玉看着周驰，欲言又止。周驰不说话，只是提着剑朝着陈玉走去。别过来，我说山中宗主夫人生平最爱珍惜灵鸟，为此在山中建有一座万鸟园，下月便是他600岁寿诞，各峰峰主都派人下山找寻珍稀灵鸟，为宗主夫人贺寿。紫湖峰得知东州有一只玄凤鸟。陈玉一五一十开口，不敢有半点隐瞒。既然只是要鸟，为何要灭岐山？周驰记得岐山宗主的小女儿是在数年前生辰之时，
岐山宗主曾为他带回一只玄凤鸟作为礼物，此鸟生得好看，胜在珍惜。但除此之外，其实别无他用。这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个外门弟子，这趟出门只是为了长长见识的。陈玉脸色难看，他自己也纳闷，为何宗门要为了一只鸟大开杀戒？本来只要拿出玉京山的名头，岐山再舍不得，也得乖乖奉上才是，根本用不着杀人的，更何况是灭宗。现在除去你们之外，其余玉京山的修士都在何处？什么境界？紫湖峰的那门弟子和几位师叔早已返回中州了，只有我们这几人跟着赵师叔游历。把玉京山所有去过岐山的修士名字和特征都告诉我。陈玉老老实实把知道的都说了一遍。周池盯着他的眼睛，思考片刻，问道：除去玉京山之外，东州可有宗门参与此事？这我不知道啊。陈玉疯狂摇头，他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，上山的时候，那座岐山已经没了活人。他只看到赵师叔从一具尸体上翻找出来一块玉佩，然后便吩咐他们点火。下山的时候，身后是一片火海。你不知道倒也正常。周池点点头，似乎是认可了这个说法。那我……陈玉有些激动，只是话才刚开口，他脖颈处便骤然多出一条血线，鲜血不断溢出。他一脸不可置信地朝着后面倒下去。周池盯着他的尸体，也有些茫然。我没说过你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就能活，你做出这个表情做什么？泗水府岐山，有3人在一处树荫下，看着眼前那座火势消散、已成废墟的岐山。站在最前面的中年男人身着一身青衣，身形瘦削，但一双眸子里时不时冒出些金光。守了3天没人回来，你所说的那个人是得到消息，然后销声匿迹了。青衣男人看着那还时不时冒出黑烟的岐山，淡淡开口。身后有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，身着一身灰布长衫，一脸苦笑。张道友，我们仔细看过，的确差了玄照的尸体。我们上山之时，他肯定不在山上。此子是东州有名的剑道天才，年轻一代里只论剑道修为，东州无人可以比肩。要是让他侥幸藏起来，往后我们保慈宗只怕麻烦不少。且不说什么所谓东州年轻一代的第一剑道天才有多厉害，就说你们一座保慈宗，难不成还怕一个年轻人不成？青衣男人摇摇头，讥笑道：要真如此，也怪不得你们会使这等手段。只是他一个人，我们自然不惧。只是张道友今日的事情，要是真有他这么个余孽苟活，那么以后事情传出去，玉京山的名声只怕也要受损。还是劳烦张道友，咱们再等等，等他出现，将其一网打尽，以绝后患。出自保慈宗的矮小男人小心翼翼开口，不断观察着眼前这位张道友的神色。这家……青衣男人刚准备开口，身后忽然有人出声打断：师兄，不好！那人手里有一枚小罗盘，上面原有几粒光点，但此刻原本在某处的那些光点却已经熄灭。赵胡他们恐遭了毒手。那人脸色难看起来，同时也有些惊疑。什么？青衣男人的脸色一下子阴沉的可怕。在东州还有人敢动我紫湖峰门人？看方位是荆州那边。离开岐山之后，赵虎领着一群外门弟子游历而去，不曾立即返回中州。那人皱着眉，不知道遇到了什么。青衣男人眯起双眼，杀机浮现。走，不管是谁，都要为此付出代价。
话音未落，青衣男人已经化作一道流光，朝着荆州而去。其余2人连忙跟随。是赵胡。破败野庙，一夜的星夜兼程，一行3人终于赶到此处。3人急速掠了进来，带起一阵大风。只一眼，最前方那具在门槛旁的无头尸体便被他们认出来，正是他们紫湖峰的外门教习赵胡。他的头颅就在一旁不远处。青衣男人站在赵胡尸首旁，冷漠的一双眸子扫视四周，脸色冰冷。李云，他嘴唇微张。知道了，师兄。李云晚他一步进入大殿，正好听到青衣男人开口，这便蹲下身去查看赵胡的尸首。脖颈处有一道完整切口，是一道剑伤，但致命伤应该是心脏那一剑，由正面刺穿心脏，有些剑气残留，跟岐山的那些剑修气息十分相似。徐野道友，你来看看。李云站起身来，大踏步朝着大殿里其余几具尸体走去。徐野，也就是之前那个矮胖男人，赶紧蹲下仔细探查之后，脸色难看。张道友，李道友，这就是岐山剑修的剑气残留，看来杀人的是玄照。杀人之后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亲自查验过，岐山满门死绝，唯一缺的也只有玄照了。只是玄照为何会在荆州？徐野微微蹙眉，心中喃喃自语。不过若不是玄照在荆州，那么就该死在岐山了。师兄，这其余几人……不远处大殿里响起一道声响，只是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。李云身前的一具尸体骤然从地面掠起，宛如诈尸。一道浓郁剑气从那具尸体里迸发出来，此刻速度极快，此前隐藏极深。只是一瞬而已，那道剑气便朝着李云的胸前撞去。李云本在全神贯注查看那些弟子的死因，哪里知晓会有这一遭。那道剑气撞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躲闪不及。早知道不对劲。青衣男人如同鬼魅一般，忽然出现在李云身前，一指点出，一道玄光从他的指尖炸开，瞬间化作数道光线撞向那道剑气。顷刻间，剑气溃败，连带着剑气后的那具尸体在顷刻间都炸开。整座大殿在此刻都好似有大风起，将四周本就破败的木窗给吹得四处摆动。逃过一劫的李云出了一身大汗，正要说话，忽然青衣男人已经一直点向房梁，咔嚓一声，房梁骤然断裂，却没有其余2人意想之中的景象出现，只有一张青色符箓飘然下落。那张符箓巴掌大小，飘落之时忽然裂开，如同被谁一剑从中展开一般。一道恐怖剑气在刹那之间再次涌出。是剑气符箓。徐野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连忙退到那青衣男人身后。之前那具尸体忽然炸开，也应该是一张剑气符箓。剑气符箓是剑修的独有手段，通过将剑气提前存入符纸之上，等到需要之时便能释放出来。剑气符箓的威力强大与否，因素十分之多，首要便是书写剑符之人的剑道境界，剑气是否精纯，对于剑气的掌控到了何种地步，其次便是符纸的品阶高低。而如今这张剑符所展现出来的威势，已经实实在在到了天门境，一击之下绝对有着天门境的剑修倾力一剑那般恐怖。剑气已经在刹那之间在大殿里拉出一条细密白线，仿佛要将这座大殿从中展开。青衣男人一挥衣袖，一道强大的气息从衣袖里撞出，
瞬间和那道剑气撞到了一起。这一次却没有之前那般随意就能将那道剑气击溃，不过两者也仅仅是相持片刻，这道剑气还是开始溃败，轰然一声破碎开来。这一次四散的剑气无差别撞向大殿四周，嗤嗤响声不绝于耳，青衣男人脸色瞬间大变。就在这一瞬，一座大殿四面八方骤起数道剑气齐齐迸发，刹那间整座大殿里剑气交叉纵横，铺天盖地，直接将一座大殿都覆盖在内。此刻大殿里的三人全部都陷入了这一座剑气陷阱之中。青衣男人大袖翻飞，一身气息翻动，身上的那件青衣更是在瞬间便好似附上了一层水银，随着他移动便不停滚动起来，其实更像是雨后荷叶上的雨露。他的身形不断转移，几乎是每一次转移，原本所处之地便会被剑气砸出一道缺口。大殿的石砖已经没有几块好的，偶有剑气落在他的青衣上，但却都未能将其撕开。和他比起来，徐野和李云的处境就要稍微艰难一些。两人都是天门境，但境界比起青衣男人要差一些。如今在无数剑气符箓构造成的无尽剑气之中，招架吃力。李云祭出一枚青铜小钟，在念动法咒之后，青铜小钟骤然迎风暴涨，顷刻变成正常铜钟大小，悬停在他头顶，洒落无数青色光彩，将他笼罩其中。踏入玉府境的修士，在体内建造玉府，便可在玉府内部温养一件心头物和祭炼一件本命法器。这件青铜小钟便是李云的本命法器。青铜钟在极短的时间便阻拦了无数道剑气，两者相撞，气机四散，声响不断。只是在密集的剑气撞击之下，这青铜钟也摇晃不已。那边的徐野同样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器，是一面大旗，旗帜飘扬，不过顷刻便被密集剑气撕开不知道多少缺口。徐野的脸色顿时难看不已。本命法器和自身紧密相连，本命法器受损，自然也会牵连到自身。李云，我给你撕开一条缺口，你赶紧找机会离开。青衣男人淡漠开口，同时心头也吃了一惊。要造成这大殿里如今这局面，至少是上百张剑气符箓正在同时绽放剑气。这样的手段其实早就足以杀死一般的天门境修士了。只是天底下哪里有剑修，他娘的随身携带上百张剑气符箓的，光是要写就这些剑气符箓都要数年吧。他摇摇一挥袖，一道恐怖的气息撞出，朝着一扇窗轰去，随着无数的破裂之声响起，瞬间便将这一路上的剑气彻底轰开，撕开了一条通道。这是他观测出来的剑气最薄弱之处，是这处剑气陷阱最容易打通的地方。只是青衣男人猛然反应过来，大喝一声：停下！他察觉到了问题就出在这容易上了。从他们来到这座破败野庙开始，其实那个尚未露面的所谓东周年轻一代的第一剑道天才，就已经展现出来了异于常人的缜密心思。光是那上百张的剑气符箓的布置，就足以看出他的心思之深沉。既然是这般心思深沉，如何留下如此的破绽？想通这个的青衣男人猛然开口，但好似已经迟了。李云身形已经掠到窗边，正要退出大殿，而一道剑光就此起于此处。一个布衣少年出现在窗外，手持铁剑递出一剑。
磅礴剑光骤然而起，是周驰。骤然而起的剑光在瞬间斩向那青铜钟，那件青铜钟本就在之前遭受了无数剑气，此刻也是艰难抗衡，如今被这一剑击中，直接咔嚓一声就此破碎开来。李云喉咙一甜，一口鲜血涌上，但还是被他强行咽下，正要反击，那个布衣少年的第二剑在电光火石之间又至，这一剑如同鬼魅一般，速度之快，压根让人反应不过来。但毕竟李云出身大宗门，还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做出了反应。他身形微动，躲过了那必杀一剑，剑锋顺着他的咽喉而过，只在毫厘之间。不过咽喉还是被剑气扫中，有一道淡淡血痕冒出。不过他已经心头大定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躲过这一剑，自家师兄就会驰援而来，到时候眼前的这个布衣少年必死。可他还是想错了。周驰一步越过了他，只留给他眼底一抹背影，而他眼前则是飘然落下一道剑气符箓，是紫色的。砰！一道璀璨的剑气瞬间涌来，将李云淹没。青衣男人倚到窗边，迎接他的是一张剑气符箓。看着自己眼前汹涌的剑气，青衣男人脸色难看，心中暗骂：这个畜生是把一座岐山的剑气符箓都带到身上了。青衣男人拦下那道剑气，身前的周驰已经递剑，剑气洒落在他的青衣上，未能撕开，但也在上面留下了一道白痕。一剑不成，周驰并未懊恼，对方来自中州玉京山，底蕴深厚，难杀在情理之中。他瞥了一眼徐野，后者也注意到了周驰的目光。他本就在这漫天剑气的大殿里举步维艰，此刻看到那少年的冰冷目光，下意识停下了要驰援青衣男人的脚步。我此刻过去，只怕就要再次落入他的局里，我不能去。短暂的时间里，眼前的周驰已经将那位来自玉京山的李道友斩杀，那般雷霆手段给他留下了深深的恐惧。他不敢再直面这个东周年轻一代里的第一剑道天才。想到此节，他不禁反退，往后退去数步。而就是他这一退，让周驰不用担心别的，紧接着便又一剑抹过。青衣男人反身，一掌对上周驰递出的一剑，掌心恐怖的气息不断蔓延，如同一场暴雨，疯狂地扑向那一剑。